按照《生意人报》的说法，美国的通胀率为 7.5%，10年期的国债的收益率是 1.5%至 2%。美国的国债那是谁买谁亏本。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鲍明。今天呢，我们说一说俄罗斯媒体分析的，说乌克兰战争还没爆发，但是美国已经赚了。根据2月17号的最新消息呢，乌克兰方面公开指责东乌的俄罗斯族地方政权顿涅斯克人民共和国炮击了乌克兰境内的一个幼儿园。东乌方面呢进行了驳斥。另外有报道说是乌克兰军队向俄罗斯族的居民区发射了炮弹，投掷了手榴弹。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爆发大规模战争的迹象，但是很显然有人希望这里打起来。2月15号呢，俄罗斯《生意人报》发表了题为《美国得利》的文章，说2月11号，美国曾经信誓旦旦地宣布2月16号肯定会发生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但是2天之后的2月13号，美国总统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又表示，入侵可能发生在15号，可能发生在之后，也可能根本不会发生，但是发生的概率极大。回顾这场乌克兰危机的由来不难发现，这是一场俄罗斯不想打，欧洲不想介入，美国却逼着双方上战场的战争。美国呢，先是放风要把乌克兰纳入北约，逼迫着俄罗斯在边境实施一定的军事集结，然后用这作为借口制造俄罗斯要入侵乌克兰的舆论，逼着欧洲国家表态站队。而最可恶的是，美国还公开表示自己一定不会向乌克兰派遣军队。美国这是要干什么呢？有人注意到，这场人为炒作起来的俄乌大战正在为美国带来险峻的收益。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日本三菱日联金融集团分析师的话说，这场危机可能让投资者在本周绷紧神经，支撑作为避险资产的美元的需求。也就是说，如果欧洲要打仗了，那么欧洲投资人就要想办法把钱撤出来，就撤出欧洲的金融市场，放到安全的地方去。那哪里最安全呢？中国虽然很安全，但是中国的金融市场呢并没有开放，不允许热钱随便进出。那么逃出欧洲的钱就只能去美国。实际上，因为这场闹剧，美元对世界主要货币的汇率正在上升，美元就会变得更加的坚挺，也就是更加的值钱了。这就可以缓解美国社会目前的2个重大危机。首先是通货膨胀，生活必需品的涨价，这对一个社会来讲摧毁性是很大的，甚至可能威胁到政权的稳定性。其次是债务问题，美国政府已经债台高筑，靠印钱维持，大量外国资产的进入可以代替美联储向金融市场注入资金，免得市场崩盘。按照《生意人报》的说法，美国的通胀率为 7.5%，10年期的国债的收益率是 1.5% 至 2%。美国的国债那是谁买谁亏本，这是非常简单的数学问题。谁会在这种通胀水平下购买美国的国债呢？但是只要世界其他的地方不安全，只要投资者们在欧洲面临着血本无归的风险，他们就只能被迫去购买美国的国债。美国政府从来不会刀口向内眼睛向内解决自己的问题，总是把矛盾转移出去，这是他们最擅长的。但是乌克兰危机能不能让美国的执政当局达成他们的愿望，我感觉还是有点悬念的因为危机毕竟不是战争，它不能起到战争的巨大的破坏作用，也不会像科索沃战争、乌克兰内战那样把大量的财富从欧洲赶出来投奔美国。所以只要俄罗斯能够稳住阵脚，坚决不掉进美国的圈套，那么美国打击欧洲金融市场的阴谋就不会得逞，而美国自己的危机也就会迟早爆发。好，这句话题就说到这里。